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02.03，收盘价是207.6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9.42。最低价是在201.26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1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3 倍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转折向上，那开口呢是趋于合拢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。那日后如果说这根快线能够上穿慢线，或者呢下方在零轴的上方出现微小的绿柱呢，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，那将代表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叫回档成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绿 K 线，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，那出现含有上影线的中绿 K 线代表这个 K 线线不实，也就是它的收盘价没有把股价收盘在高位。例如它并没有站上2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 209.71， 但是在当日的最高呢，它也到达了209附近，那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。通常这样一根 K 线如果出现在相对高档的位置呢，它是止涨的信号 K 线，要谨防后续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。那一旦股价出现反转向下，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 201.26 这个位置，那后续股价将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走势。那但是呢，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些信息。当日的收盘价虽然没有收在高位，没有站上2月21日这个关键的2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这个关键的位置，但是它的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那并且呢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这个重要的标志，当日的成交量又是一个量增，那这些信息累积在一起说明这样的一个 K 线它是一个上攻的信号 K 线，对，也就是说后续股价会继续向上。那能否继续向上呢？要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2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 209.42， 如果能站上它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上涨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，收盘价在196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是两个方向，向下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9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6的。
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02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196的。那实际在2月27日收盘价是在207.63，那在当日股价出现了反弹。那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的这个反弹啊，在点位上虽然相差比较大，但是在走势上和这个收盘价的性质上是完全相同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预测的可能是在202是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实际发生也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我们说股价回档之后，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啊，它将是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信号。所以说呢，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回顾的前一日我们对K 线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也解读这个股价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这个重要标志，并且又有成交量又有量增，那后续股价很可能会上行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2月28日股价上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17。那阻力位也就是压力位，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09附近。那后续股价如果能够完成这第一个目标，站上217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将是237，也就是只要股价能够站上217，将确认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回档成功。那一定会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。那对于第二个目标237呢，我们依然等股价站上217之后呢，我们再去讨论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20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到达237的这个目标的阻力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，好像被移动了。好的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对于2月28日股价如果下行，它的目标依然是187。那其实我们在近几期视频我们所提到上行和下行的目标都没有变化。实际上呢，我们会看到目前的股价是在2月13日的最低和2月16日的最低，在这2个点位之间一直是在横盘，并且呢，各条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地方产生了纠结，在等待20日均线值上来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说，目前股价依然是在这个横盘区域，那它下行的目标当然是要跌破这个横盘区域，就是187。那对于2月28日，我们会看到，各条均线值，包括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趋势线，还有这个缺口，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撑，很宽的支撑，并且这些支撑都是比较强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2月24日的最低和2月22日的2个最低也将会成为股价下行的阻力。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要跌破187呢，下方的支撑还是非常强的。但是我们说股价一旦跌破了187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的上涨趋势，而转为空头趋势。对，那一旦转为空头趋势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2，是1月31日这根起涨的 K 线。
那么我们等股价跌破了187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讨论162这个目标。好，这是我们分析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2月28日，我们特别关注一个点，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09.42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上方我们要关注的，我们要看股价能否突破它。那也就是如果突破它，股价会继续反弹。那另外一个点呢，我们要关注当日的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9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198，它和当日 K 线的交点，198。当然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趋势线也在这个附近，所以下方我们要关注198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股价的后续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从头说，在2月22日，我们给出了进场抢反弹的技术上的建议。那到了2月27日，我们说在2月27日当日，我们守止损，我们是守192。那目前呢，依然会有持仓。对，那么2月27日，也就是今天收盘之后啊，我们说这个位置，是重新又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也就2月27日，我们继续会给出技术上的加仓建议，再加仓5%。也就是这样一来，2月22日和2月27日两个收盘累计。建仓和加仓累计仓位应该是10%。那么在这个位置加仓，我们的目标是上方227这个位置，因为一旦加仓在2月22日我们是抢反弹，那到了2月27日，如果我们加仓，我们叫做多加仓，对。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看多头，我们会看227这个位置。对的，好，那对于2月28日来说，这样的一个仓位，由于我们还没有盈利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给出一个止损的位置。止损我们要设在197呢是2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附近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前一日的止损位要从前一日的192要提升到197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自2月22日建仓以来，在2月27日加仓进场，那在2月28日止损要在197，目标是看227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第二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呢，我们说每一个加仓的位置都是进场的位置，所以如果在之前没有进场，在2月27日的收盘价是在207.63，那刚刚在盘后的收盘价，也就是从盘中的收盘价一直到盘后的收盘价，股价是在207到209之间浮动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在207到209附近，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的。
我们说这个地方进场不是做多，是抢反弹，所以是5%进场抢反弹。目标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的213，也就是到213即可离场。如果也可以不离场，就是说可以继续持有，等待后续加仓进场。对，好，对不起，我想再说明一下，我们说的进场抢反弹一定是就是隔日交易，也就是在2月27日进，2月28日要要出场。当然，如果没有出场，比如说股价没有到达213，或者说是股价到达213了，我们并没有出场或并不想出场，那么止损位是在197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第2个操作建议，技术上的操作建议，在2月27日收盘价进场抢反弹，目标是213，止损是在197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2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出一条信息，如果之前一直有持仓没有出场，并且是在盈利的状态下，也就是账户是在盈利的状态下，那么对于2月28日我们给出停损的点是在192，和前一个交易日相同。那如果想就是说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就是说我们继续看多这个股价的走势，也可以将停损位设在187，也就是这2个点和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一致的，是192或187。好，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空头。对于2月28日空头，那我们先来看2月27日。2月27日，我们说在开盘之后站上5日均线值，也就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提到过，在股价会在200这个位置，会是多空双方叫做争夺的一个位置。那在这个地方会有空头的加仓，所以我们认为，这是比较主观的哈，就是我们认为在2月27日盘中，从5日均线值以上一直到它的最高价都是有空头加仓或建仓的。那么由于多方的力量比较大，也就是比较坚决，所以把股价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站上了2月23日的最高。但是我们会看到它并没有站上2月21日的最高，所以呢，在209附近是多空的一个分界线。那对于2月28日来说，我们认为在209一直到上方的217，都还会有空头的加仓或建仓。对，那他们空头的目标就是192，或者说空头的目标就是187和162。那么它守的位置一定是在217上方一点，或者是守200日均线值，在221附近，这是空头。好，那我们说为什么空头在这个区域会有加仓？因为目前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上来，出现了左肩，然后出现了最高，
现在出现了右肩，右肩并没有，目前还没有超过2月9日的最高，所以我们刚刚说了，股价一旦出现反转，再跌破20日均线值，那股价是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头的，因为目前说股价如果继续上涨是必须要站上217的，所以对于空头来说，在这个位置加仓是对，是空头的技术上的进场点，对，它的目标就是要认为在这个地方做头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我们说空头为什么在这个区域进场的理由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多头来说，我们更要注意目前的股价。虽然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向上向下都有充足的理由，但是目前从形态上看，我们要谨防股价出现反转向下。所以止损位和停损位，我们一定要在技术上要遵守这个纪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09，第二个压力位是217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21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。下方的支撑非常的宽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首先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04到205之间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01到204之间。然后我们会看到下方的缺口是197到201之间。所以第一个支撑区间我们把它定义在197到205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支撑是非常宽的。当然如果这样的一个强支撑被跌破也是非常危险的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二个支撑是在192附近，第三个支撑是18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2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有2个方向。那首先说向下，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7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97，收盘会收在20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上涨，如果是上涨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14，收盘会收在213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好，如果股价既不出现回档也不上涨，那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平盘。如果出现平盘，它有可能是小幅的高开盘，
也有可能会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20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11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08.5，所以平盘会略高一些。对，好。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